怀孕6个月的女人正被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困在笼子里疯狂折磨。一道清脆的高跟鞋声传来，我趴在铁笼边呼喊着救命，四周是难以忍受的恶臭。看来你这次怀的又是个赔钱货。我的前室友林楚楚穿着白裙，在这肮脏的地下城里像个发光的神女。她嫌弃地用手帕捂住鼻子，我死死盯着她手里的矿泉水。林楚楚，给我水！你说过生下这一胎就给我水。林楚楚轻笑一声，拧开瓶盖，将矿泉水缓缓倒在地上。想喝吗？可惜这是给狗喝的。这是在末世爆发的第2年，曾经的天之娇女顾青，现在只是地下基地生育营里编号001的生育工具。因为那个该死的倾城美貌异能，我没有任何战斗力，只能依靠出卖身体和不断生育来换取一口发霉的硬面包。如果能重生回异能觉醒那天，我一定将能觉醒倾城美貌的帝王绿原石让给绿茶室友，转而选择那块他看都不看的废石，获取那无限空间和神秘灵泉。顾青，你知道你爸妈是怎么死的吗？提到父母，我浑身一颤，手指死死抓住了栏杆。他们不是在基地吗？林楚楚笑得花枝乱颤，仿佛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。当初你同意进生育营，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你父母进入基地的名额。我带他们参观了生育营，他们看到你像狗一样跟男人讨生活了，他们用全部家当换了物资，想把你从生育营里赎出去。可惜啊，那些物资最后都进了我的空间。我脑中轰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你说什么？林楚楚凑近我的脸。我说你爸妈把几卡车的食物和水都给了我，求我救你，我答应了，然后转头就把他们赶出了基地大门。他声音轻柔的像在说情话。那天外面的温度可是有60度，他们在门口跪着求我把头都磕烂了，我就站在城墙上看着他们一点点脱水，皮肤裂开，最后变成了2具干尸。我疯了一样站上铁栏杆，我要杀了你，林楚楚，我要杀了你！杀我就凭你！他站起身，首领这次外出狩猎，今晚没人护着你了，我会安排整个警卫队的男人来照顾你。他挥了挥手，转身离去。铁笼门被打开，无数双贪婪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，绝望、悔恨、痛苦将我淹没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国内某物理研究院地下3层。教授，能量核心仅剩最后的储备，只够支撑一次跃迁启动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只能靠它们。教授深思片刻后，还是按下了那红色按钮，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。血红的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，一道异常粗壮的蓝色闪电撕裂苍穹，闪电如金亮明明，光芒过盛，穿过生育营，蓝光炸裂，径直刺向最深处那间狭小的牢房。空间扭曲，牢房中央的顾青被闪电精准裹挟，身体在刺眼的蓝光中逐渐变得透明，最终毫无征兆的凭空消失。本以为我会在极度哀伤中死去，谁知道那蓝色闪电将我拽离了无间炼狱。眼前不是阴暗潮湿的地下牢笼，刺眼的阳光洒在身上，热烘烘的喧闹的人声瞬间灌入耳膜。这块料子表现这么好，肯定能出力。歇实际的滋滋声此起彼伏，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南疆50市场，我没死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腹部，我回来了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顾青，你怎么了？一张熟悉的脸凑了过来，是林楚楚，她还是穿着那件旧 T 恤，扎着马尾，一脸单纯无辜的模样。前世我就是因为怜悯她家境贫困，身世可怜，掏心掏肺地对她好，把她当成最亲近的妹妹来照顾。谁能想到，这张看似清纯的皮囊下，藏着一颗比恶鬼还毒的心。我死死盯着她，我恨不得立刻抽出刀，将她千刀万剐。理智把我拉回了现实，现在还不能动手，现在还是法治社会。顾青，你看这块石头，皮可紧致，还有松花，但老板要50万，太贵了。林楚楚指着摊位上一块篮球大小的原石，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去，正下方正是那一块黑乌纱皮壳的帝王绿原石，原石表面隐隐透着绿意，那是我刻在骨子里的记忆。前世我就是买下了这块石头，切开后是极品帝王绿，我当时开心的不行，日夜带着它吸入了里面的灵气，结果觉醒了倾城美貌异能，从此皮肤吹弹可破，自带体香。但在末世，美貌就是催命符，它让我沦为所有男人眼中的猎物，被辗转争抢，受尽凌辱，生不如死。顾青，怎么样？是块好料子吧？我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这个时候不能太急，要让他自己掉这个圈套。你爸不是上市公司老板吗？他语气显得十分焦急。借我50万吧，求你了。他苦苦哀求着，眼底的渴望藏都藏不住了。真把我爸当成你爸了？我嘴角在他不经意间抽动了一下。既然你自己上钩，那就成全你吧。我拿出手机，直接给他转了50万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我就送给你吧。林楚楚愣住了，眼睛瞬间瞪圆。顾青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说话的呼吸都变得急促。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妹妹呢？家境贫穷的她根本没见过这么多钱。顾青，你真是我的亲姐啊。林楚楚看着手机上的到账提醒，以为我人傻钱多，她哪里知道刚刚亲手买下的是一张通往地狱的门票。老板，这个我们要了。我指了指那黑乌纱皮壳的原石，趁着林楚楚付钱的功夫，我指着角落那块满是裂纹的废料。老板，
这块我也要了。老板正忙着数林楚楚转过来的50万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行，美女，你要是喜欢这块就送你了，反正也是拿来垫桌角的。指尖刚触碰到废石，一股熟悉的气息瞬间席卷四肢，仿佛是灵魂的召唤。林楚楚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姐，你怎么连这种货色都拿啊？没事，就当留个纪念吧。我淡淡的说道，似乎对这件事不太在意。切石机的嗡鸣划破喧嚣，人群瞬间潮水般涌来，层层叠叠的围住操作台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死死盯着林楚楚的那块原石。林楚楚紧张的用手捂住了双眼。机器停了，切石师傅拿水管往切面上一冲，一抹浓郁的化不开的翠绿瞬间映入眼帘。林楚楚眼中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，脸上的表情扭曲而狂喜，她激动地抓住我的肩膀，剧烈摇晃着。顾青，我们发财了，是帝王绿，万中无一的帝王绿。围观的人群纷纷拿出手机拍摄。上次拍卖的那块帝王绿拍出了8000万的高价，小姑娘，你发财了呀！林楚楚眼里在冒金光，仿佛看到了一座金山。恭喜啊，楚楚！我语气平淡，听不出半点波澜。林楚楚却以为我要把帝王绿拿回来，吓得她赶紧把翡翠紧紧抱在怀里。顾青，我会尽快卖掉，还你双倍的钱。她迫切地说道。我肯定不能让她快速出手，连忙说道：楚楚，你先把石头收好，月底有一场拍卖会，在那里出手价格会更高。林楚楚一脸诧异，心里好像在问着：这真的送完了？这可是8000万啊！我看着那块散发着悠悠绿光的翡翠，心中冷笑。是你，全是你的。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清楚，这种比帝王绿更优质的绿，会逐渐被身体吸收殆尽。这块如今被众人追捧的稀世翡翠，只会变成一块毫无价值的废石。离开南疆后，我第一时间回到家，刚踏进家门，我反手锁死防盗门，动作一气呵成，然后拿出那块废石，顿时一股巨大的吸力从触碰废石的手中传来。我果断拿起桌上的水果刀，毫不犹豫地在指尖划开一道口子，鲜红的血液瞬间涌出，这是我翻盘的关键。原石骤然爆发出刺眼的蓝光，仿佛灵魂被抽离了。在睁眼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狂喜得浑身颤抖。这是一片翻腾的大海，无边无际的巨大虚空。我成功了，这就是林楚楚前世赖以生存的无限空间。天空中一个蓝色光球向我飞来，紧接着一道机械又带着灵动的电子音突然响起。恭喜宿主顾青成功激活无限空间，成为本空间第一位真正主人。我是第一位主人，那林楚楚呢？回宿主，林楚楚只是我原触碰到空间外界的微弱能量，它仅解锁了1/1000的储物功能，无法动用空间核心权限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上一世他只问我爸妈拿了几辆车的物资。您的空间体积远超他1000倍，不仅解锁了永久保鲜的能力，还拥有提取随心的专属异能。我试着心念一动，手机瞬间消失，下一秒又出现在掌心，存取自如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跳动着妈妈2个字：青青，你到家了吗？听到母亲熟悉的声音，我的眼眶瞬间红了。上一世他们为了我在烈日下被晒成了干尸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妈，你们什么时候到家？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说。青青，我和你妈到家楼下了。父亲的声音里满是焦急，我鼻头一酸，随手丢下手机，拔腿就往楼下跑去，抱着他们嚎啕大哭。父亲向来最了解我，知道我若非遇到大事，绝不会是这副模样。爸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世界末日要来了，你信我？不等他犹豫，我心念一动，我爸的座驾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拉扯，瞬间消失。我赶紧伸手接住我妈，见惯风浪的父亲也被惊得目瞪口呆。我解释道，很快社会秩序会崩塌，钱、房产、股份都会变成废纸，只有实打实的物资才是乱世里的硬通货。他太了解我，知道我绝不会拿这种东西开玩笑。震撼的证据就摆在眼前，事态大概率会如我预想般发展。许久后，沉稳的声音传来：好，爸信你，没什么比我们一家人的安全重要。我声音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。爸，听我说，立刻把所有公司股份通通转让，名下房产、珠宝首饰，所有可变现的资产全部折现，我们只要现金，越多越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这一世我绝不会让前世的悲剧重演。末世还有1个月降临，林楚楚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，我要让你活着亲眼见证我如何一步步夺回一切。我要让你尝遍我前世受过的所有苦楚，让你活生生看着我是怎么把你踩在脚下，碾落成泥。还有生育营那些屠杀平民、贩卖儿童、虐待老人的刽子手部队，等着吧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爸，我要去做保安。父亲被我震惊的筷子都快掉了。我的乖女儿，你这又是要弄哪出啊？我解释道，虽然现在资金充足，但我们要把钱都留着建安全屋。我有无限空间异能，零元购才是末世前的最优解。第一个目标是位于城北物流园核心区的万新仓储基地，听说那是秦昊天家的仓储基地，还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货流枢纽，其后方仓库的物资储量远超普通人的想象。我应聘保安是为了摸清仓库的保安系统以及布局，为后面囤物资做准备。小姑娘怎么年纪轻轻就想不开，要来当保安呢？哥，我这人也没什么大出息，就想找个悠闲点的活，每天看看监控。您这儿还招人不？同时把1包香烟塞到他手里。还挺懂事。那你说说，你之前是做什么的？有什么特长？之前嘛，送过外卖，干过3个月文员。我咧嘴一笑，
故意说的没底气。特长吗？白天睡不醒，晚上不想睡，熬夜值班的话，绝对没问题。挺好挺好，我们这仓储监控室月薪2500，保安服500块钱2套，这是规矩。我二话不说，数出10张100元大钞塞进他手里。队长瞬间喜笑颜开，连说话的语气都熟络了几分。出门又转领衣服，明天早点来上班哦。我心里冷笑道：“你尽管笑吧，用1000块换整座仓储基地的物资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”面试结束，我正往储存基地大门走去，心里盘算着整个基地物资的总量，再加上系统有食物保鲜，这些物资足够我们一家生活100年。现在缺的是一个绝对安全的庇护所。刚走出仓储基地，父亲的电话来了。晶晶，15个亿已经全部打到你卡上了，这是我和你妈这辈子的全部心血。我看着账户里那串长的惊人的数字，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犀利。这是我们全家活下去的筹码，绝不能有半分闪失。我先是利用父亲的关系，低价买下西郊半山腰那座荒废别墅，那里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且易守难攻，还有现成的地下防空洞，是绝佳的避难所。下午我又立刻联系了一家名为铁金刚的顶级建筑公司，我把一张堡垒设计图拍在建筑公司负责人的桌子上，我要你们在1个月内完成改造。建筑公司负责人看得摇头摆手的。顾小姐，您的要求太高了，大门得是能抵御火箭弹轰击的防爆级别，墙面要铺满航天级隔热装甲板，所有窗户都得换成3层复合防弹玻璃，还要找数十台重型机械深挖地下3层，1层作为核心物资储备区，兼顾通行与应急避险；2层布设独立空气净化系统，过滤末世里的有毒粉尘；3层搭建水循环系统，实现雨水收集、污水净化的全闭环，再装上全覆盖的太阳能发电系统。就这工程量，正常进度至少得1年啊！我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我给你5倍工资，要用最好的材料。我先付5000万的赶工费，每提前1小时，我再加100万。”负责人的眼睛瞬间亮了。成交，顾小姐，我这就把全公司的工程队都调过来，24小时轮班倒。走出建筑公司后，我坐在车上盘算着，堡垒在坚固，终究只是被动防御的外壳，防身武器必须备足。我先是购买了200套航天级防热服与防弹衣，再配齐复合弓与弩箭，能远程悄无声息狙杀目标，高压电击棍和防爆盾，近身格挡冲击，反制敌人。最后还在黑市弄到了1万升汽油、10几把突击步枪和100万。天哪，你看那个美女是谁？好漂亮啊！好像是个网红吧，真人比照片还好看啊！你看她旁边那个男的不是秦家大少爷吗？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我心头一跳，下意识地回头，只见仓储基地入口处，一对男女正手牵手走进来。此时的林楚楚美得惊心动魄，原本平凡的五官变得极度精致，臃肿的身躯也变得前凸后翘。那块帝王绿，她开始吸收了。而他身边那个正是一直追求我的秦家大少秦昊天。此时的秦昊天是一脸的痴迷和讨好，我压低保安冒言，不想跟这对狗男女碰面，可偏偏事与愿违，秦昊天一眼就在人群中锁定了我。哎呀，那不是顾青吗？你怎么弄成这副德行了？听说你父亲变卖公司股票，出售房产，连他平时开的那辆豪车都卖掉了。林楚楚也是满眼嫌弃地打量着我，我穿着保安服，满头大汗，脸上都是灰，跟光鲜亮丽的他比起来，也确实够狼狈的。顾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穿成这样，有什么难处跟妹妹说啊？他假惺惺的样子看起来真恶心。我冷笑一下，说道：“谢谢关心，好狗不挡道，让一下。”我懒得再看这对狗男女一眼，直接撞开秦昊天的肩膀，大步流星的往前走。这个女人，我早看她不顺眼，现在在我们家当保安，还在这里装清高呢。我充耳不闻，心里冷笑道：“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等末世降临，我会让你们把欠我的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”明天晚上电视台就该发布预警消息，是时候把仓储基地的物资收掉了。我身穿着那套500大洋的保安制服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仓储基地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奔操作台。指尖翻飞间，监控画面全数熄灭。再来到农产品区，堆积如山的袋装大米、面粉、各种食用油瞬间消失。我推开冷库的门，蓝光闪过，数吨的冷冻肉、速冻食品也全部转移，整吨的矿泉水、碳酸饮料，还有那些价值不菲的红酒被无限空间整齐收纳。我心念一动，利用百货区这些难以再生的物资被我大片清空。整个过程寂静无声，只有货架轻微震动和空气流动的细微声响。看着空间内被神秘力量自动归类的物资，那种充盈感简直让人陶醉。我转向全自动食品加工区，这里存放着大量即将配送到各地的熟食，成盒的烤鸡、炸鸡腿、寿司、便当、新鲜面包、糕点，我全部消纳。最后是成箱的压缩饼干、军用罐头、能量棒、纯净水，还有堆积如山的常用药品和基础医疗器械。这些东西在末世初期将是比黄金更硬的通货。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时，整个万兴仓储超市的主仓库已被彻底清空。我沿着原路返回，慢条斯理地脱掉保安制服，随手丢在地上。
末世降临的瞬间，父亲还站在堡垒的阳台上悠闲地聊着电话。他猛地挂断电话，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慌乱。青青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要开始了吗？我转身看向窗外，阳光明媚的天空已被乌云彻底吞没。爸，游戏正式开始了。电视中忽然传来急促的播报声。紧急插播，受超强太阳耀斑爆发冲击，全球地磁场发生剧烈扰动，预计未来几小时内，全球气温将出现断崖式飙升，请所有市民尽快返回家中，关闭门窗，储备水源。话音未落，画面骤然碎裂成密密麻麻的雪花。我把杯中的红酒喝光，淡定地走向监控室。操作台前警示灯疯狂闪烁，我微微一笑，扬声下令开启3级防御系统。与此同时，乌云密布的天空彻底变成了令人心悸的血红色。合金防爆大门的高压电网瞬间被激活，深紫色电流如毒蛇般在门栏上窜动。堡垒地下独立供电机组轰鸣运转，备用电源同步切换，整座建筑灯火通明。全屋新风循环系统3重过滤屏障嗡鸣启动，将外界灼热的污浊空气彻底隔绝。净化装置与储水模块联动，源源不断的洁净水源汇入堡垒蓄水池。全屋恒温系统设定26摄氏度，一丝丝冰冷的气流瞬间席卷而来，窗外温度开始疯狂飙升，空气异常沉闷，连一丝风都没有。眨眼间，原本20几度的清爽夜晚，瞬间变成了40度的蒸笼。我凝望着那片猩红的天幕，末世终于来了。这一世，外面是热浪高温覆盖的牢笼，而屋内却是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。空调的出风口正呼呼地吹着冷气，室温恒定在24度。我手里捧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可乐，爽得我眯起了眼。而窗外已经是人间炼狱，那种热不是普通的夏天，而是像把人扔进了烤箱里。柏油马路开始融化，路边的绿化带瞬间枯黄卷曲，甚至发生了自燃。青青，这是真的吗？母亲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扭曲的空气，声音都在发抖。是真的，妈。如果不是咱们这房子做了隔热和独立供电，现在咱们也跟外面那些人一样了。我指了指墙上巨大的监控屏幕，为了欣赏林楚楚的惨状，我特意在他常去的地方和秦昊天的别墅区附近都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连接的是独立卫星网络。屏幕上，秦昊天的豪华别墅里一片狼藉，全程大停电，中央空调成了摆设。秦昊天光着膀子，像条死狗一样瘫在真皮沙发上，汗水把他那身昂贵的定制西裤都浸透了。而林楚楚原本精致的妆容花成一团，那股勾人的体香混合着汗臭味，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，熏得秦昊天直皱眉。昊天，给我水。林楚楚虚弱地伸出手，声音沙哑：喝，就知道喝，家里最后2瓶依云都被你喝光了。秦昊天烦躁地一把推开他，眼神里乃还有半点之前的痴迷。这就是高温末世伴随的躁狂症，极度的炎热和脱水会让人类情绪变得极度不稳定，暴力倾向飙升。我看准时机，按下了手里的红色按钮，这是我送给林楚楚的第一份大礼。秦昊天别墅区的小区广播里突然响起了刺耳的电流声，紧接着一段提前录制好的音频开始循环播放。各位业主请注意，各位业主请注意，住在 A 区8栋的林楚楚小姐家中囤积了大量冰块、矿泉水和新鲜食物，她手里有物资，她愿意无偿分享给大家。广播声音极大，在死寂燥热的小区里回荡。屏幕里，秦昊天和林楚楚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谁在害我？秦昊天猛地跳起来，冲到窗口往下看，只见原本躲在家里避暑的邻居们，听到冰块和水这2个词，眼睛瞬间绿了。几十个被热浪逼疯的人，摇摇晃晃地朝8栋别墅围了过来。开门，给我们水！林楚楚，我知道你在家，把水交出来！妈的，老子快渴死了！再不开门，老子砸了！砸门声震天响，很快门被撞开。秦昊天虽然是个成年男人，但在几十个红了眼的暴徒面前，瞬间就被打倒在地。林楚楚见状慌了，她扯开领口，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，试图唤起男人们的欲望。哥哥们别这样，人家好怕。如果是平时，这招或许管用，但在生死存亡的脱水边缘，在喉咙冒烟的极度干渴面前，美色就是屁。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冲上去，一把揪住林楚楚的头发，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骚货字幕小可爱，水呢？老子问你水呢？林楚楚半边脸瞬间肿了起来。我没有水，广播是骗人的。林楚楚哭喊着，鼻涕眼泪流了一脸。就在这时，秦昊天突然挣扎着爬起来，他猛地伸手，不是去保护林楚楚，而是一把将他推向了那个大汉。他嘶吼道：别杀我！我可以把他送给你们。林楚楚重重地摔在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说爱他入骨的男人，但此刻几个壮汉的手已经朝他伸去。砰一声枪响，那个暴民身上多了一个血洞，瞪着眼睛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一群穿着防暴服的男人冲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。我隔着屏幕，瞳孔猛地一缩，袁龙，当地的一个混混头子，前世用改装的手枪没少在末日前期烧杀抢掠，没想到这一世他这么早就登场了。秦昊天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地冲过去抱住袁龙的大腿。大哥救我，我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，只要你救我，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。袁龙嘴角扯出一抹嘲讽的笑，钱现在这世道，那玩意儿擦屁股都嫌硬。他枪口缓缓移向秦昊天的脑门，砰！秦昊天脸上的表情凝固了，身体软绵绵地滑倒在地，死不瞑目。屋里的暴民们吓疯了，
四散逃窜。林楚楚缩在墙角，浑身发抖。就在袁龙举起枪口对准他的那一刻，求生的本能让林楚楚体内的异能彻底爆发。他猛地抬起头，原本脏兮兮的小脸仿佛被圣光笼罩，那是一种超越人类极限的美。即使隔着监控屏幕，我都感觉到了一瞬间的恍惚。袁龙扣动扳机的动作僵住了。他眼里的杀意瞬间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赤裸裸的、令人作呕的贪婪。袁龙咽了口唾沫，蹲下身，用枪管挑起林楚楚的下巴。这末世里居然还有这种尤物！林楚楚察觉到了袁龙眼神的变化，他立刻收起眼泪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姿态，声音软糯的能掐出水来。大哥，只要你救我，我就是你的人。袁龙哈哈大笑，一把将他从地上拽起来，粗糙的大手肆无忌惮的在他身上游走。龙哥，我知道有个贱人囤了100亿物资，就在这附近，只要你帮我杀了他，那些物资都是你的。袁龙眯起眼睛，100亿物资在哪儿？就在顾家别墅，那个女人叫顾青，她手里全是吃的喝的。林楚楚急切地说道，恨不得现在就带人杀过来。袁龙愣了一下，随即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反手就是一巴掌。你当老子是傻逼？顾家那栋别墅早就空了，老子昨天刚带人去撬过门，里面连根毛都没有。林楚楚捂着脸，整个人都懵了。空了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囤了很多物资。少他妈的给老子废话！袁龙显然没了耐心，一把揪住林楚楚的头发，像拖死狗一样往外拖。本来还想当个夫人养着，既然是个满嘴跑火车的骗子，那就只能当个玩物了。来人，给他带上那个！一名手下立刻上前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金属项圈，上面还连着一条粗铁链，那是专门用来拴大型犬的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放开我！林楚楚拼命挣扎，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她的反抗显得那么可笑。咔嗒一声，冰冷的项圈扣在了她纤细的脖颈上。袁龙把铁链的一端缠在手上，猛地一扯，林楚楚踉跄着摔倒在地，只能像狗一样四肢着地爬行，被强行拖出了别墅大门。走，回基地，今晚兄弟们开荤。末日降临已经3个月了，室外气温突破了60度，幸存的人类都转移到了地下。我和爸妈也住进了早就准备好的地下堡垒。我穿着粉色运动背心，盘腿坐在客厅的羊毛地毯上，手里拿着一根老冰棍。青青这牌怎么打？我又输给你爸了。妈的抱怨声从沙发那边传过来，爸手里抓着一把瓜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手气好，没办法，今晚洗碗还是你包了。这3个月，我靠着空间里的物资，把这座地下堡垒经营得像世外桃源，还给爸妈弄了一套家庭影院和自动麻将机。但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过墙上那面巨大的监控屏，那是我用黑客手段截获的地下城内部信号。这里是袁龙投靠的新靠山赵二爷的地下极乐窟。镜头转过一个角落，林楚楚像狗一样跪在地上，身上的蕾丝裙早被撕成了破布条，脖子上还套着那个黑色项圈，皮肉已经磨烂了，结着一层黑红的血痂。主人，求求您给我药！林楚楚抱紧一条毛腿，声音卑微的像地沟里的老鼠。那条腿的主人就是这一代的土皇帝赵二爷，他一脸横肉，顶着光头，手里盘着2颗核桃，突然一脚踹在林楚楚胸口，把他踢得滚出去2米远。老子养条狗还能看门，养你有什么用？除了这张脸还能看，身子都烂透了。林楚楚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，那是极乐水的戒断反应。这3个月，为了让他听话，也为了榨干他美貌异能的最后价值，袁龙给他灌了太多成瘾药，现在的他一天没药就痛不欲生。二爷这娘们儿确实没用了。旁边的袁龙掐灭烟头，一脸嫌弃，长得是带劲，但太废了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留着纯属浪费粮食。2个打手走上前，拖着林楚楚的头发就往外拉。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：哎呦，这娘们叫的真惨，跟我当初在西郊干活时听见的野猫叫一样。说话的是个大叔，手里拎着半瓶浑浊的劣质白酒。我眼神一紧，这人我认识，当初给我改造堡垒的工程队工头之一老刘，没想到他也活下来了，还混进了赵二爷这儿。赵二爷来了兴致，老刘喝多了吧？西郊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啥？嘿，二爷您这就不知道了。老刘打了个酒嗝，得意的比划起来。就3个月前，有个钱多人傻的小娘皮，花了几个亿，在半山腰修了个城堡，要不是那门实在撬不开，我早闯进去了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本来已经被拖到门口的林楚楚，身子猛地一僵，她死死扒住门框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。我知道那是谁，我知道。赵二爷摆了摆手，让打手停下。那是顾青，我以前的室友，他手里有上百亿的物资，吃的喝的全是最好的。赵二爷坐直了身子，眼里的贪婪都快溢出来了。上百亿物资，你确定？我用命担保，顾青就是个没脑子的圣母，只要二爷给我几个人，我就能骗他把门打开，到时候那些物资全是您的。赵二爷猛地一拍大腿，有这种肥羊不去宰了，岂不是对不起老天爷？屏幕前，我看着林楚楚那张扭曲狂笑的脸，慢慢放下了手里的冰棍棒。终于来了吗？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。透过玻璃，我看见10几辆越野车卷着漫天黄沙停在城堡门口，车门打开，赵二爷穿着厚重的隔热服，手里提着一把改装的土枪，对着我的城堡大门就是2枪，子弹打在合金大门上，连个白印子都没留下。他们的声音透过收音设备清晰地传进客厅。我坐在真皮沙发上，切了一块冰镇西瓜递给老爸，顺手调高了监控音量。赵二爷旁边的人是林楚楚，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堡垒，眼里的嫉妒快要喷出火来。林楚楚拿起扩音大喇叭，
下一秒，他那带着哭腔，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声音在城堡上空回荡。伯父伯母，我是楚楚啊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经常去你们家吃饭，你们说我就像你们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客厅里，原本正在吃瓜看戏的父母动作一降，我冷冷地看着屏幕，林楚楚跪在滚烫的沙地上，对着大门磕头，声音凄厉。伯父伯母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和顾青吵架，但我现在真的好痛苦，外面好热，我有好多天没喝水了，我的腿也断了，一直在流脓。我不求你们收留我，也不要吃的，求求你们开门，给我一点消炎药和纱布吧，只要一点点就好，包扎完我就走，绝不打扰你们，求求你们了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我吧。声泪俱下，闻者伤心。母亲是个心软的人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母亲转过头看着我，青青咱们家要那么多，要不给他扔一盒出去，咱们不开门就从楼上扔下去行不行？我没有反驳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是默默地拿过遥控器，调出了一个加密文件夹。爸妈，在你们做决定之前，先听点东西。我按下播放键，音响里传来林楚楚的声音，那是她在来这里的路上和赵二爷密谋的录音。二爷只要攻破城堡，先把那2个老东西杀了，省粮食。至于顾青，那个女人留给二爷，她可是个嫩瓜呢。恶毒阴狠，没有人性。父亲的胸膛剧烈起伏着，脸色铁青，简直是坏人。父亲猛地站起身，一把从我手里抢过连接外部扩音器的麦克风。林楚楚，你给我闭嘴！外面的哭喊声戛然而止。林楚楚愣了一下，随即眼中闪过一丝喜色，以为我们要开门了。伯父是你吗？伯父救我！谁是你伯父？别叫得这么恶心！父亲对着麦克风咆哮。以前是我们眼下把一条毒蛇当成了亲闺女，你想杀我们省粮食，想把我们剁碎了喂狗。林楚楚，我告诉你，我顾下的药就算是倒进厕所也不会给你一粒。你不是腿断了吗？那是报应，你就烂在外面吧，烂死为止。林楚楚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，那张原本楚楚可怜的脸此刻扭曲的如同地狱爬出来的恶鬼，眼神怨毒至极。二爷看来软的不行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备选方案。林楚楚语气阴狠，顾青这个女人不在乎自己，但她那个二叔一家可是出了名的贪生怕死。赵二爷的手下办事效率很高，几辆皮卡开了过来，车斗翻起，像倒垃圾一样扔下来几个五花大绑的人，正是我的好二叔、二婶，还有那个从小就被惯坏了的堂弟顾杰。他们一个个面黄肌瘦，身上的衣服脏得看不出颜色，被扔在滚烫的沙地上时，烫得像濒死的鱼一样疯狂弹跳，嘴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把人架上去！赵二爷一声令下，几个光着膀子的暴徒冲上去，粗暴地把二叔一家拖起来，用铁丝死死绑在水泥柱子上。正午的太阳毒辣的像要把人烤化，加上地表的辐射热，那滋味简直就是活体凌迟。林楚楚手里拿着大喇叭，顾青看清楚了吗？这是你的亲二叔，是你爸的亲弟弟，给你3分钟，马上打开大门走出来投降，否则就让你亲眼看着他们变成烤乳猪。客厅里气氛凝重的让人窒息。父亲看着屏幕里那个被吊起来暴晒的亲弟弟，手里的茶杯都在抖，茶水洒了一地。青青那是你二叔啊，虽然他们平时爱占便宜，嘴巴也不干净，甚至有点无赖，但这毕竟是血亲啊。母亲也捂着嘴，有些不忍心看那残忍的画面。是啊，青青，这也太惨了，那帮小可爱怎么能这么残忍？我叹了口气，爸，你还记得末世前1个月，二叔来找你借200万买防被狙的事吗？父亲愣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记得当时你说要囤物资，让我别借，后来他还发好大一通脾气，摔门走的。那你听听这个，我拿起平板，调出一段监控视频，直接投屏到了客厅那台85寸的大电视上。画面是在一家路边的大排档，背景嘈杂，烟雾缭绕。视频里，二叔喝得满脸通红，一只脚踩在凳子上，正拍着桌子跟几个狐朋狗友吹牛逼。嘿，顾青那个小野种，也不知道给那个老不死的灌了什么迷魂汤，居然敢不借钱给我，那是老顾家的钱，我是他亲弟弟，他的钱就该给我花。二婶在一旁嗑着瓜子，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，那张尖酸刻薄的脸上满是算计。急什么？那老东西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我看他也活不了几年，等他2腿一蹬，那家产还不都是咱们劫子的？到时候就把那个赔钱货嫁给城西那个傻子，听说那傻子家愿意出50万彩礼呢，还能再捞一笔。一直没说话的堂弟顾杰，此刻也笑得一脸猥琐。马顾青长得那么带劲，直接嫁给傻子多可惜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不如先让我玩。视频里的污言秽语比外面那70度的高温还要灼人，父亲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爆起，母亲更是气得浑身发抖。这就是一家子吃人不吐骨头的白眼狼。我关掉视频，爸，现在你还觉得他们可怜吗？还想救他们进来分我们的粮食吗？父亲闭上眼睛，挥了挥手，声音冰冷决绝。随你处置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这个弟弟。城堡外，赵二爷和林楚楚正得意洋洋，笃定我会为了所谓的亲情妥协。柱子上的二叔一家已经被晒得脱了一层皮，看到城堡方向没动静，开始拼命嚎叫：大哥大哥，救命啊！我是你亲弟弟啊！顾青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快开门啊！我们要被晒死了，劫子还是孩子啊？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电流声划破了燥热的空气，我的声音通过高保真音响清晰地传遍了方圆几里。二叔，叫唤什么呢？省点力气吧，水分流失得更快。刚才林楚楚说要烤了你们，我还在想
这大热天的，哪来的肉香能解馋？既然赵二爷有这雅兴请客烧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随便烤，记得多放点孜然和辣椒面。我在里面闻着味儿，正好去到下酒菜。哦，对了，火候大点，我二叔皮厚，不容易熟。话音刚落，二叔一家的哭喊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，巨大的绝望转化成了最恶毒的咒骂。顾青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个冷血的小可爱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林楚楚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赵二爷更是气得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摔在地上，一脚踩灭。这娘们儿是个疯子，连亲叔叔都不管。赵二爷彻底被我的话激怒了，他对着二叔的大腿就是一枪。二叔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那个平时只会窝里横的中年男人，此刻痛得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啊，我的腿！顾青，你这个小可爱的，你真不管我们啊！赵二爷身后的暴徒们冲向城堡大门，甚至还有2门用煤气罐改装的土炮被推了出来。轰轰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火光在城堡外墙上炸开。林楚楚躲在车后，脸上露出一丝快意的狞笑。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这种程度的爆炸，但那扇看似普通的合金大门，连漆都没掉一块，防弹玻璃后的墙体更是纹丝不动，甚至连一点裂缝都没有。这可是我花重金请顶级安保团队打造的末日堡垒，别说土炮，就是正规军来了也得啃半天。我按下麦克风，声音里充满了失望。赵二爷，你这炮仗是拼夕夕上买的吧？听得响都不够劲儿啊！要不你们歇会儿？我看那几个抡大锤的兄弟手都震麻了。赵二爷气得把枪狠狠砸在地上，转头看向林楚楚，眼神凶狠的像吃人。赵二爷反手就是一巴掌，直接把林楚楚扇倒在滚烫的沙地上。没用的小可爱，害老子浪费这么多弹药！林楚楚捂着肿胀的脸，趴在地上不敢吭声，眼神却更加怨毒地盯着城堡。既然轰不开，那就爬进去。赵二爷不甘心就这么撤退，那可是百亿物资啊，够他在末世称王称霸了。谁能爬进去把门打开，里面的女人归他，物资多分一成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10几个亡命之徒眼中冒着绿光，拿出钩索和梯子，像壁虎一样往墙上爬。我看着监控画面上那些蠕动的黑点，嘴角微微上扬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手指轻轻按下一个红色的按钮，滋滋滋，蓝紫色的电弧瞬间在墙体的金属网格上跳跃，发出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蜂鸣声，紧接着便是此起彼伏的惨叫啊！挂在墙上的那10几个人瞬间浑身僵直，头发根根竖起，身上冒出阵阵黑烟，甚至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扑通扑通从几米高的墙头摔了下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味。剩下的暴徒吓得连滚带爬的往后退，看着那面闪烁着电光的墙壁，眼里满是恐惧。这哪里是肥羊的住所，这分明是阎王殿。赵二爷看着地上那些抽搐的手下，脸色黑得像锅底，进不去，根本进不去。这城堡简直就是个铁王八，无从下口。袁龙畏惧地咽了口唾沫。二爷，这娘们儿太狠了，咱们撤吧。撤个屁！赵二爷咬着牙盯着城堡露台上那个悠闲的身影，贪婪终究战胜了恐惧。他物资再多也有吃完的一天，我就不信他能在里面躲一辈子。就在这儿把路给我堵死，就不信耗不死他。赵二爷指着柱子上已经奄奄一息的二叔一家，别让他们死了，留着口气，每天给顾青那个贱人报个丧。我看着这群打算打持久战的赖皮狗，摇了摇头，想耗死我。我空间里的物资够我挥霍3辈子。不过，既然你们喜欢赖在我家门口当看门狗，青青他们不走了怎么办？母亲看着窗外那些开始搭建简易帐篷的暴徒，有些担忧。我转身走向储藏室，既然想玩心理战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杀人诛心。我站在露台上，旁边放着一箱早就过期的午餐肉罐头，还有几袋发了霉的面包。这些东西在末世前连流浪狗都不闻，但现在它们是比黄金还珍贵的硬通货。各位看这儿，我举着扩音器，声音清脆，底下那些原本死气沉沉、躲在阴凉处喘息的暴徒们瞬间抬起头，眼神空洞又贪婪。我家狗挑食，这些东西它不吃，扔了怪可惜的。我随手抓起一个罐头，像抛绣球一样往墙外扔去，铁皮罐头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重重地砸在滚烫的沙地上。这声音就像是发令枪，原本还顾及赵二爷威严的小弟们，此刻像是疯狗一样冲了上去。我的是我的，滚开，老子先看见的。几个人扭打在一起，拳拳到肉，甚至有人动了刀子，鲜血溅在发烫的沙地上，瞬间被蒸干。最后，一个瘦小的男人抢到罐头，他不顾铁皮滚烫，也不管有没有开罐器，直接用牙齿疯狂地啃咬铁皮。我又抓起一把发霉的面包撒了下去，这次场面更混乱了，连赵二爷身边的几个亲信都忍不住动了脚，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散落在尘土里的面包屑。赵二爷坐在遮阳伞下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顾青，你别太嚣张，等老子冲进去，一定把你剁碎了喂狗！我拧开一瓶冰镇可乐，呲的一声，气泡涌动的声音通过扩音器放大，听得底下无数人吞咽口水。那你倒是冲啊！我就在这儿，大门也没锁死，只要你们不怕电。赵二爷气得浑身发抖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桌子，无法拿我撒气。转头看见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林楚楚，眼里的暴虐瞬间找到了出口。妈的，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赵二爷大步走过去，一把揪住林楚楚的头发，把她从阴影里拖到太阳底下。啊，痛！二爷。
爷饶命！林楚楚惨叫着，饶命！老子现在都快活不下去了。赵二爷一脚踩在他腿上，用力碾压。林楚楚疼得翻白眼，赵二爷厌恶地踢开他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拔出腰间的匕首。林楚楚看着那把闪着寒光的刀，瞳孔骤缩，他不想死。绝望中，林楚楚突然感觉到体内涌起一股燥热，那股热流顺着血管奔涌，最后汇聚在手腕处，一种奇异的香味若有若无地飘散开来。赵二爷愣住了，周围那些原本还在抢食面包的暴徒们也停下了动作，一个个抽动着鼻子，脸上露出陶醉的神色。这味道太香了！赵二爷眼神迷离，像是受到了某种蛊惑，他下意识地抓住林楚楚的手腕，凑上去猛吸了一口，温热的血液滑入喉咙。下一秒，赵二爷猛地瞪大了眼睛，他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赵二爷舔了舔嘴唇上的血迹，目光再次落在林楚楚身上。哇，看来二爷以前是小看你了。那不是在看人，而是在看一个随时可以使用的活体血包。我在监控里看着这一幕，赵二爷为了独占这个人形血包，直接拿根狗链子拴在了林楚楚的脖子上。只要他觉得累了、渴了，或者单纯心情不好，就会把林楚楚拽过去，对着脖子就是一口。不到2天，林楚楚就瘦得脱了相，那双曾经勾得无数男人神魂颠倒的桃花眼，此刻满是惊恐和麻木。他的手腕上密密麻麻全是牙印和刀口，就伤叠心伤，看着触目惊心。因为林楚楚的血，赵二爷这2天不仅没被高温拖垮，反而精力旺盛的像个20岁的小伙子。但他手底下的人就没这么好运了，那几10个暴徒个个面黄肌瘦，他们眼巴巴地看着赵二爷红光满面，又偷偷瞄一眼瘫在地上的林楚楚，喉结不停滚动。我手里捧着半个冰镇西瓜，狠狠咬了一口，红色的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。赵二爷，吃独食可是要烂屁股的，你看你那帮兄弟眼珠子都快绿了，你喝得爽就不管兄弟们的死活了。这一刀补得恰到好处，底下的暴徒们骚动起来，几个胆子大的甚至往前挪了几步。二爷，兄弟们都快可冒烟了，要不赏口血喝？是啊，二爷，那娘们血多着呢，分一点也不碍事吧？赵二爷猛地转过头，眼神凶狠如狼，那种血液带来的副作用不仅仅是亢奋，还有极度的暴躁和多疑。想造反啊？这是老子的药，谁敢打主意，老子崩了他！高温、细菌、排泄物，再加上极度虚弱的人体，不到半天时间，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徒们一个个瘫软在地。赵二爷也没能幸免，哪怕他喝了林楚楚那所谓的神血，也不过是回光返照。他想要去抓旁边的瓶子，但瓶子早就空了。林楚楚缩在一旁，手里紧紧攥着半瓶浑浊的水，那是他偷偷藏起来的。看着曾经不可一世的赵二爷变成这副鬼样子，他眼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嫌弃。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引擎轰鸣声，几辆涂着迷彩的装甲车开了过来，是华夏军来了！赵二爷吓得脸色惨白。他们这种趁火打劫的暴徒，最怕的就是碰到硬茬子，顾不上再抢我物资。赵二爷连滚带爬，带着剩下那几个还能动的小弟，眨眼间就跑得没影了。只有林楚楚没跑，他不顾地上的滚烫，拼命爬向车队，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：“长官，救命啊！我是幸存者，这里有恐怖分子！”车队停了下来，中间那辆越野车的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穿着战术背心、戴着墨镜的男人。他身材魁梧，一脸正气。林楚楚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指着我的城堡哭诉：“长官，那个顾青私藏国家战略物资，他有枪有炮，还杀了好多人。”那个长官，也就是雷队长，拿起扩音器对着城堡喊话：“里面的同志听着，我奉命建立安全基地。现在国家实行战时管制，所有幸存者必须统一管理，物资统一调配。请你立刻放下武器，打开大门，接受整编。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战时特别法，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。”这一番话说的那叫一个大义凛然，站在我身后的父母瞬间慌了。青青，我们要不开门吧？那个队长一脸正气，应该是好人吧？这就是雷队长的高明之处，他用那身皮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轻易就能击碎普通老百姓的心理防线。我按住父亲想要去开门的手，爸妈，他们是假的。雷队长见我不开门，语气中多了一丝威胁。顾同志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你再顽抗，我们将视你为恐怖分子，动用重武器爆破。我打开了城堡的对外广播，雷队长是吧？你说你是官方救援队，那请问为什么你的车上装满了黄金而不是幸存者？雷队长墨镜后的瞳孔猛地收缩。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污蔑！我冷笑一声，看来雷队长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我手指轻点，城堡外墙那块巨大的 LED 高清屏瞬间亮起，画面上播放的正是10分钟前，雷队长正叼着雪茄，指挥手下把一家老小的车撞翻，然后熟练地从尸体上搜刮手表和金项链，甚至还能听到他那令人作呕的笑声。妈的，这世道，黄金虽然不能吃，但看着就是爽。林楚楚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他惊恐地看着身边的救星，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。雷队长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关掉，给我关掉！他歇斯底里的吼叫再也装不下去了，他转过身，对着身后的装甲车疯狂挥手，眼神里满是杀意。开炮！给我把这个乌龟壳炸平！装甲
车的炮口喷出一团火光，但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，因为那发炮弹根本没机会打到我的墙上。就在雷队长下令的一瞬间，我按下了手里的红色起爆器，咔嚓，城堡外围那圈看似平整的水泥路面突然像饼干一样碎裂开来。雷队长引以为傲的3辆装甲车，连同那辆越野车，瞬间失去了支撑，一头栽了下去。这不是普通的坑，深度足足有8米，坑底铺了一层厚厚的粘稠的工业强力粘合剂，一旦粘上，除非把皮扒了，否则别想脱身。惨叫声从坑底传来，装甲车虽然结实，但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里面的人估计也被震得七荤八素，更别说那些粘合剂了。只要他们试图爬出来，手脚就会被死死粘住，越挣扎陷得越深。爸妈，这就是我要教你们的第2课。我指着下面狼狈不堪的场面，在末世，脑子比肌肉好用。林楚楚因为离车队比较远，侥幸没掉进坑里。看到雷队长这副惨状，他知道这棵大树也倒了，他像疯了一样冲向旁边那辆唯一没掉进坑里的越野车，拉开车门，手忙脚乱地爬进驾驶室，轰轰，引擎发出一阵空转的声音，打不着火。林楚楚不死心，疯狂地拧动钥匙。动啊，快动啊！他急得满头大汗，用力拍打着方向盘。我看着他那副狼狈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。我拿起麦克风，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：“别费劲了，林校花，那辆车的油箱早就被我用无人机打穿了，你看，油都在地上呢。”我指了指车底，一滩黑色的液体正在慢慢扩散。林楚楚绝望地看着那滩油，又看了看远处还在冒烟的深坑，以及坑底生死不知的雷队长。四周是茫茫的荒野，头顶是70度的烈日，没有车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他跑不掉的。太阳越升越高，此时的地面温度已经接近75度，这不仅仅是热，这是在烤。雷队长的防护服早就被磨破了，他在地上抽搐了几分钟就不动了。林楚楚缩在越野车里，那是唯一能让他不被瞬间烤熟的地方，但他身上的皮肤开始发红起泡，那种水分被瞬间蒸发的痛苦让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。顾青，顾青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以前是室友的份上，给我一口水吧，我不想死。我真的不想死啊！我穿上特制的隔热防护服，戴上全覆盖式头盔，手里提着一根电击棍，打开了城堡厚重的防爆门。林楚楚以为我心软了，她以为她的闺蜜勤攻势起效了。青青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我走到她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我蹲下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面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现在的你比下水道里的老鼠还丑。林楚楚颤抖着抓起镜子，镜子里的人头发稀疏焦黄，哪里还有半点昔日校花的影子？不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我。林楚楚崩溃了，她猛地把镜子摔碎，双手捂着脸，发出凄厉的尖叫。对于她这种把容貌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，这比杀了她还难受。我的脸毁了，顾青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我，是你。他想要扑过来咬我，但我只是轻轻按了一下电击棍的开关，滋啦，蓝色的电弧闪过。林楚楚浑身抽搐，口吐白沫，瘫软在地上。我站起身，像拖死狗一样抓住他的脚踝。杀了你太便宜你了，记得那些被你抢食物、被你指使赵二爷打断手脚扔出去的人吗？他们还没死绝呢。林楚楚的瞳孔瞬间放大，那是极致的恐惧。他知道那些人有多恨他，如果落到那些人手里，他会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我没理会。人群扑了上来，林楚楚的惨叫声瞬间被淹没在愤怒的人潮中。终于结束了，林楚楚死了，雷队长死了，赵二也死了，但这几百个难民还在。我的空间虽然物资多，但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。我需要劳动力，我需要建立真正的基地。鸽子笼里虽然大部分人已经疯了，但在角落里还有几十个人缩成一团，眼神清澈，没有参与刚才的暴行。他们有的护着孩子，有的扶着老人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人。我拿起麦克风，声音传遍了整个营地，所有人听着，想要活命的立刻在空地上排好队。我只给你们1分钟。刚才的暴徒争先恐后的挤到最前面，他们以为越凶狠越能在末世活下去。刚才参与分食的人全部站到左边，我的声音通过广播传下去，不带一丝感情。那群暴徒面露喜色，以为这是强者的特权区，呼啦啦站过去了一大半，足有200多人，剩下的几十个人大多是老弱妇孺，还有几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男人，他们缩在右边的角落里，眼神惊恐。但我注意到了，刚才那么混乱血腥的场面，这群人没有参与，有的母亲捂住了孩子的眼睛，有的男人用身体护住了身后的老人，他们在极度的饥饿中依然守住了身为人的最后底线。这就是我要找的人。
把这群人带回城堡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庇护，提供食物和水，但前提是绝对服从，谁敢动歪心思，林楚楚就是下场。我迅速让人统计了这批人的名单，一共43人，其中有3个木匠，2个电工，还有一个是以前在农科院工作的教授。那个农科院教授叫李农，60多岁，虽然饿得脱了相，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明亮。顾小姐，只要有种子，有土，我就能种出粮食，哪怕是在这鬼天气里。我看着监控画面，心里有了盘算，外面的危机暂时解除了，雷队长那帮正规军阀被灭，短时间内应该没人敢来找死，但这只是暂时的。虽然我空间里囤的物资够我们一家3口吃几辈子，但现在多了几十张嘴，坐吃山空是兵家大忌，必须开源。爸，我们要种田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到大脑一阵眩晕。自从重生以来，我只把空间当成一个无限大的仓库，除了存取东西，我很少仔细探究过它的变化。但现在，随着外界压力的骤增，我的精神力似乎突破了某种瓶颈。我闭上眼，意识沉入空间，下一秒，我震惊得差点叫出声来。原本灰蒙蒙、只有静止储物功能的空间竟然变了天。原本堆满物资的仓库外围，那些看不清的迷雾散去了一大片。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口泉眼，那水清澈的不像话，这难道是灵泉？但我更在意的是，在泉水旁边隐约露出了半截石碑，上面刻着一些扭曲的符号，看起来古老而诡异。我下意识地走过去，伸手想要触碰那块石碑。就在指尖碰到石碑的一瞬间，一股庞大的信息流猛地冲进了我的脑海。那不是文字，那是一幅图，一幅错综复杂、深不见底的地下迷宫结构图。而在地图的最深处，赫然标注着3个血红的大字：生育营。我的瞳孔猛地收缩，那是前世我的噩梦，是我死的地方。为什么我的空间里会有那个地狱的地图？那张地图的每一条通风管道，每一个隐蔽出口，甚至连王首领那个变态的私人卧室都标记得一清二楚。这哪里是地图？这分明是一把递到我手里的刀。不过复仇得有资本，现在的我虽然有枪有炮，但面对那个庞大的地底基地还不够看，我需要更强的实力，更多的资源，更听话的队伍。目光转向那眼灵泉和黑土地，这就是我的资本。我随手抓起一把从外界收集来的小麦种子，撒在那片黑土上，然后用手捧起一捧灵泉水泼了上去。那些种子刚一沾到水，就像是按下了快进键，泥土翻动，嫩绿的芽尖争先恐后的钻出来，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抽条长叶。短短5分钟，原本光秃秃的黑土地变成了一片绿油油的麦田，麦穗饱满低垂，金黄一片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麦香，我惊得下巴都要掉了。随手摘下一颗麦粒放进嘴里，脆甜，一股暖流瞬间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疲惫感竟然一扫而空。我把爸妈带进了空间，当看到那片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灵泉时，爸妈激动得语无伦次。这土肥的流油啊，种什么都能活。我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，眼里闪着金光。爸妈，以后咱们就在这里搞生产，外面的大棚只是个幌子。我要让我们的基地成为末世里最大的粮仓。说干就干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一家3口在空间里疯狂劳作。我把那个李农教授叫了过来，李教授，我要你在城堡外围搭建温室大棚。我扔给他一包灵泉水浸泡过的种子，李教授带着人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有了灵泉水的加持，即便是外面的恶劣环境，那些作物也长得飞快。虽然比不上空间里的神速，但在外人眼里，这已经是神迹了。短短半个月，城堡外围就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温室大棚，绿色的藤蔓爬满架子，红彤彤的番茄挂在枝头。在这个满是焦土和尸体的末世，这里就像是天堂。那几10个幸存者看着长出来的粮食，一个个哭得稀里哗啦。干活更卖力了，树大招风。一天中午，一个微小的黑点在监控画面上一闪而过，我迅速拉近镜头。虽然对方做了伪装涂层，但在我的高清摄像头下依然无所遁形。那是一架微型侦察机，型号非常先进，绝对不是雷队长那种草台班子能有的。它的镜头正对着我的温室大棚。更让我背脊发凉的是，那架侦察机的尾翼上印着一个不起眼的标志，一个红色的圆圈，里面画着一个正在孕育的胚胎，那是生育营的标志。我猛地放下西瓜，眼神瞬间冰冷。王首领，那个老变态终于闻着味儿来了。我架起枪，瞄准那个还在偷拍的小黑点。10分钟后，那架无人机摆在了我的工作台上，虽然外壳有些擦伤，但核心的数据模块完好无损。我取出存储卡插进电脑，屏幕上跳出了一连串加密文件。对我来说，这种程度的加密就像是纸糊的。几分钟后，一段高清视频弹了出来，画面正是刚才我吃西瓜的场景。紧接着，视频里传来了对话声：“首领，这妞真水灵啊！这种鬼天气，她居然还能吃上冰镇西瓜。”一个猥琐的男声响起，随后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声音传了出来，那声音尖细阴冷，带着一种常年身居高位却心里扭曲的傲慢。这可不是一般的幸存者，你看这城堡的防御工事，还有那些大棚，这女人手里肯定掌握着某种核心技术，或者是找到了没被污染的种子库。是王首领。即便隔着屏幕，光听这个声音，我浑身的血液就已经开始沸腾。前世就是他把我扔进小黑屋，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。视频画面突然定格在我的脸上，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指伸过来，在屏幕上我脸颊的位置轻轻抚摸了一下。她比那个林楚楚更有味道。那个林楚楚虽然美，但太俗，是个草包。这个女人眼神里有野性，我喜欢。传我命令，让黑蛇特战队出发。记住，我要活的，
我要让他成为生育营的1号，专门给我生儿子。至于其他人，男的杀光，女的带回来充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行压下心头的杀意。黑蛇特战队，那是前世官方基地里最精锐的刽子手部队，装备精良，专门干脏活累活。如果让他们攻过来，就算我的城堡固若金汤，也难免会有损伤。而且一旦开战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护得住那几10个刚招进来的工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被动挨打从来不是我的风格。既然你要抓我回去生孩子，那我就先去把你那个狗窝给端了。我转头看向墙上那张刚打印出来的从空间里得来的地图，我有地图，有空间，有重武器，只要混进去，那就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。我想怎么闹就怎么闹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打开了那几10个工人的档案，目光在几个名字上停留。这几个人都是我看中的苗子，身体素质好，眼神狠。大雷、阿虎还有老张，你们3个跟我走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点到了3个人的名字。大雷是个退役拳击手，胳膊比我大腿还粗，之前在逃难路上为了护着老婆孩子，差点被人砍死。阿鬼是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，全家都被暴徒杀了，他一个人拿着把菜刀砍翻3个，是个狠角色。老张则是那个修车的技工，一脸老实相，但眼里透着股精明，最适合扮猪吃老虎。顾小姐去哪？大雷瓮声瓮气地问，手里紧紧攥着我发给他的改装步枪。去杀人，去放火，去把那个想把我们当猪养的地方给炸了。临走前，我把城堡的防御系统权限全部移交给了老爸。爸，记住，除了我们这辆车，谁来敲门都别开。老爸抱着那把加特林，重重的点头。放心吧，闺女，你妈在后面看着监控呢，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起来。我们开了一辆经过重度改装的越野卡车，车身焊满了钢板和倒刺，看起来就像一头钢铁怪兽。车斗里装着几箱看来很珍贵，但在我眼里就是垃圾的过期罐头和几盒抗生素。这是我们的通行证，我们要伪装成一支流浪商店。地底基地的入口位于城市边缘的一个废弃地铁总站，入口处设有重重关卡，几个穿着杂牌军装、流里流气的士兵正端着枪盘查过往的幸存者。说是盘查，其实就是鸣枪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一个满嘴黄牙的士兵拦住了我的车，枪口不怀好意的在车身上蹭来蹭去。老张看出头，立刻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。长官，辛苦辛苦，我们是跑单帮的，弄了点药，想进去换口饭吃。说着，他不着痕迹的塞过去一包香烟，让士兵接着烟闻了闻，脸上露出了飘然的神色。药？什么药？我坐在副驾驶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我随手扔出一盒阿莫西林，士兵接着药盒，眼睛都直了。在这个缺医少药的末世，这一盒抗生素比黄金还贵重。算你们懂事。士兵把烟和药揣进兜里，挥了挥手，进去吧，别惹事。要是让学姐抓到你的私藏违禁品，只知枪毙。栏杆抬起，车轮引动了一轮烟云，缓缓驶入了这个地下的世界。如果说上面是炼狱，那这里就是18层地狱的最底层，密密麻麻的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幸存者，人们像老鼠一样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麻木而空洞。这里没有法律，没有道德，只有赤裸裸的生存法则。透过车窗，我看到了令人发指的一幕，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高台上，几个人正像赶牲口一样推着几个年轻女孩走上来。那些女孩手脚被铁链锁着，嘴里塞着破布，满脸泪痕，眼神绝望。他们只剩几块破布遮羞，台下围满了满脸淫笑的男人。起拍价5斤大米。那个主持拍卖的小喽啰挥舞着鞭子，狠狠抽在一个女孩的背上，打出一道血痕，叫2声给爷听听，让老板们验验货。他一把扯掉女孩嘴里的破布，救命！求求你们杀了我吧！女孩凄厉的哭喊声响彻整个黑市，台下的人不仅没有丝毫怜悯，反而爆发出更加兴奋的哄笑声。6斤，我出10斤，这妞屁股大，能生养。我死死盯着那个哭喊的女孩。那个高台的后面有一扇巨大的铁门，门上画着那个红色的胚胎标志，那是生育营的入口。这群畜生就是在这里筛选合格的母体，然后送进去供那个王首领享用。阿鬼的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刀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我按住他的手，别急，既然来了，就送他们一份大礼。我从空间里取出一个黑色的遥控器，那是之前埋在车底盘下的几枚高爆燃烧弹的控制器。老张，把车开过去，就说我们有好货，要亲自献给王首领。老张一脚油门，车头直接撞开了挡在前面的几个看客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小喽啰被尾气喷了一脸，气急败坏地拔出手枪，指着驾驶室，滚下来，不然老子把你们连人带车打成筛子。老张推开车门，举着双手跳下来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招牌式的憨笑。长官息怒，息怒，这不是怕好货放久了不新鲜吗？什么狗屁好货！我推开车门，步步走了下来。我摘下了口罩和墨镜，那一瞬间，原本嘈杂的黑市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。那是一张干净白皙、五官精致的脸。小喽啰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他眼里的荧光简直能把我的衣服烧穿。我走到台前，指了指台上那几个瑟瑟发抖的女孩，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。长官，这种残花败柳也配献给王首领？小喽啰回过神来，咽了口唾沫，脸上堆满了令人作呕的笑容。他伸出脏兮兮的手，想要来摸我的脸。美女是想自荐枕席，放心，只要跟了我，保证你在基地里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用去那个什么狗屁生育营受罪。长官说话算数，算数，当然算数。小喽啰以为我动心了，色眯眯的凑得更近了。
可惜啊！我叹了口气，眼神瞬间变得像刀锋一样锐利。你的手太脏了。话音未落，寒光一闪，小喽啰脸上的笑容凝固了。1秒钟后，凄厉的惨叫声几乎刺破耳膜。小喽啰瞪大着眼睛，死不瞑目，所有人都傻了。动手！我冷喝一声，早已蓄势待发的大雷和阿鬼瞬间暴起。大雷怒吼一声，端起改装步枪，对着台下的几个守卫就是一通扫射。阿鬼则像个幽灵一样窜上高台，手中的砍刀挥舞成风，几颗人头瞬间落地。老张也没闲着，他从车座底下掏出一把霰弹枪，对着那些想要趁乱抢劫的暴徒就是一枪。尖叫声、枪声、咒骂声混成一片，人群像无头苍蝇一样四散奔逃。我弯腰从小喽啰尸体的腰间摸出一张红色的磁卡，这就是通往生育营的钥匙。阿鬼，救人！我指了指台上那几个吓傻了的女孩。阿鬼手起刀落，斩断了她们身上的锁链。快跑，往出口跑！女孩们如梦初醒，呼喊着跳下台。混入逃跑的人群中，能不能活下去，看他们的造化了。我转身走向那扇巨大的铁门，刷卡，滴，铁门缓缓向两侧划开，一股更加浓烈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扑面而来。顾小姐，小心！大雷突然大喊一声，猛地把我扑倒在地，突突突突突，一串密集的子弹打在我刚才站立的地方，激起一片火星。门后不是我想象中的走廊，而是一个宽阔的卸货平台，最中间的一辆装甲指挥车上，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戏谑的声音：顾青小姐，欢迎光临，王首领等你很久了。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守卫正端着枪冷冷注视着我们，6根枪管疯狂旋转，密集的子弹如同金属风暴，瞬间撕碎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一排守卫。什么防弹衣，什么防爆盾，在每分钟6000发的射速面前，脆得跟纸一样，血雾炸开，残肢乱飞。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黑甲队，眨眼间就被割倒了一片。隐蔽，快隐蔽！是重机枪。那个用喇叭喊话的指挥官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的缩回了装甲车后面。晚了，我冷哼一声，调转枪口，对着那辆装甲车的油箱位置就是一通扫射。轰！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，爽！太他妈爽了！大雷吼得嗓子都哑了，满脸通红。别恋战，往里冲！我收起打空的加特林，换上轻便的突击步枪，带着阿鬼和老张跨过满地的尸体，杀进了通道深处。越往里走，那股腐烂和血腥味就越重。走廊两侧全是厚重的隔音门，门上的观察窗被铁条焊死，里面黑漆漆的一片，偶尔能听到几声微弱的呻吟，或者是指甲抓挠铁门的刺耳声响。我按照脑海中的地图，一脚踹开生育营的大门，眼前的景象让见惯了生死的阿鬼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我举起枪，对着等空室的电子锁扣动扳机，火光闪过，所有的电子锁瞬间失效，几百个铁笼子的门同时弹开，门开了，不想死的，想报仇的，都给我滚出来！我大吼着，从空间里倒出一堆枪支弹药，还有成箱的面包和水。吃饱了，拿上枪，去杀光那群畜生！一片死寂，没人动。他们看着敞开的笼门，看着地上的食物和枪，就像看着外星物品。长期的奴役让他们忘记了反抗的本能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基地，敌袭，核心区敌袭，第1小队集合。走廊尽头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增援部队马上就要到了。妈的！大雷急得直跺脚。顾小姐，他们不动啊，咱们撤吧。我没理他，只是死死地盯着离我最近的一个笼子，那里蜷缩着一个短发女人，脸上有一道狰狞的刀疤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你是华夏防卫队的张凤，以前抓坏人，现在坏人就在外面，你却躲在这个笼子里等死。张凤颤抖了一下，她一把抓住了那把枪，熟练地拉动枪栓，杀！她嗓子里挤出一个沙哑的字眼，然后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像一头从地狱爬回来的恶鬼。姐妹们，跟他们拼了！这一声嘶吼如同惊雷，炸醒了整个大厅。第2个女人爬了出来，抓起了手枪。第3个、第4个，被压抑了无数个日夜的仇恨一旦爆发，足以焚烧一切。愤怒是最好的燃料，一旦点燃，就能烧毁一切腐朽的牢笼。面对几百个连死都不怕的疯女人，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黑甲守卫抱头鼠窜。别过来！疯子，都是疯子！一个守卫打光了子弹，还没来得及换弹夹，就被张凤扑倒在地。大雷，阿鬼，掩护他们！我一边给手中的步枪换弹夹，一边指挥道：老张，炸开前面的防火墙，那是通往王首领老巢的必经之路。轰隆！巨响过后，烟尘弥漫，墙体被炸出了一个大洞，洞的那边铺着红地毯，挂着水晶吊灯，墙上还挂着名贵的油画。和这边的血腥地狱相比，那里简直就是天堂。我们冲了进去，几个贴身保镖试图反抗，被阿鬼像切菜一样砍翻在地。我一脚踹开那扇镶金的红木大门，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桌上的红酒还冒着气泡，雪茄还在烟灰缸里燃烧。跑得挺快，我冷笑一声，目光落在了书架后的暗门上，那张从石碑里
里获得的地图，此刻在脑海中无比清晰。这条暗道直通地下的私人逃生舱，你们守住这里，别让杂鱼进来。我对大雷他们说道：“那个老东西，我要亲自抓。”说完，我闪身钻进了暗道。我在漆黑的通道里狂奔，前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喘息声。快点，废物！启动逃生舱，是王首领的声音。这老东西听起来快吓尿了。转过一个弯，前面是一个圆形的发射井，一艘银白色的胶囊逃生舱正停在发射架上，舱门缓缓关闭。王首领正满头大汗地坐在驾驶位上，手里死死抱着一个黑色的皮箱。透过即将闭合的舱门缝隙，他看到了追上来的我，那张肥腻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狞笑。顾青，你来晚了，哈哈哈！等老子到了地面，调集手下，把你们这群老鼠全炸上天！我站在原地，深吸一口气，调动其体内那股奇异的能量，空间折叠。那一瞬间，世界仿佛在我眼前扭曲了一下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出现在了逃生舱内部，就站在王首领的身后。王首领正忙着输入发射密码，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凉飕飕的，他下意识地回头，那一刻，他的表情精彩到了极点，眼珠子差点瞪出眼眶，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灯泡，整个人像是见了鬼一样剧烈颤抖起来。他尖叫着往后缩，手里的皮箱掉在地上，洒出一地的金条和钻石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手里把玩着那把还在滴血的匕首。别杀我！王首领瞬间崩溃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我有钱，我有物资，你看这些金条都是你的，我可以让你当副首领。不，你当首领，我给你当狗，只要你不杀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看着这个刚才还不可一世，现在却像条赖皮狗一样的男人，我只觉得恶心。物资我有的是，我不杀你，那样太便宜你了。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再次发动空间能力，空间扭曲。下一秒，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大厅，几百名衣衫褴褛的女性正站在血泊中，无数双仇恨的眼睛死死定在了王首领身上。我随手一甩，把王首领扔到了人群中间。他是你们的了！身后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张凤和那堆受害者里，我挑出了50个眼神最坚定的人带走。车辆在荒原上狂奔了2个小时。当那座巍峨的城堡出现在地平线上时，城堡高耸的围墙闪烁着金属光泽的电网，大门缓缓打开。老爸老妈早就等在门口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基地忙得热火朝天。有了这批生力军的加入，城堡的扩建速度简直像是开了挂。张凤接手了安保工作，把那群从地底带出来的女人训练成了最凶悍的娘子军。那几个工程师也没闲着，利用我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太阳能板和蓄电池，把周围别墅区的电路全部打通，甚至还修好了那个荒废已久的气象监测站。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反光，我眯起眼睛，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那不是石头，那是一辆重型金属武装运输机。我眼神一凝，远处那辆重型金属运输机走下来2个全副武装的强壮男子。这是一架重型运输机，大半个机身已经扎进了沙丘里，机身上满是撞击的凹痕。在机舱的最里侧，2个士兵用后背死死顶住舱壁，怀里共同护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。老头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银色的金属箱子，还没死透。我当机立断，张凤开车回基地，让老赵准备手术室。回到城堡，把老头丢给医生后，我就坐在走廊的长椅上。顾小姐，张凤走了过来，递给我一瓶水。那2个牺牲的士兵身上搜出了证件，是华夏督察局的。我喝了一口水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华夏督察局，那可是专门保护国家级大人物的。这老头什么来历？值得2名督察局的精锐拿命去填？手术室的灯亮了整整3个小时。老赵出来的时候满头大汗，摘下口罩冲我点了点头。就回来了，严重的脱水加营养不良，身上还有几处骨折，也就是这口气吊着，换个人早凉了。能说话吗？刚醒，情绪有点激动，吵着要捡那个箱子。我拎起地上的银色箱子，推门走了进去。老先生，我救了你的命，还搭了不少药。我指了指那个箱子，这东西既然这么重要，是不是在告诉我救了个什么人？老头确认箱子完好无损后，他才长出了一口气，转头看向我。我是李国华，华夏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。这个箱子里就是结束这该死的高温末日的关键。李国华拍了拍那个银色箱子，眼神变得异常犀利。这里面是天穹计划的核心数据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，启动那个被遗弃的大气冷却装置，我就能让地球降温。我不由得坐直了身体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这就是全人类的救命稻草。装置在哪？就在这片沙漠的地下深处，原本是一个秘密核试验基地。李国华死死抓着我的手腕，力气大得惊人。但我需要能量，一个极其稳定、强大且纯净的能量源，普通的核能根本无法驱动它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祈求，又像是在审视什么。姑娘，我在昏迷前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，就在你身上。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，他感应到了我的空间。李国华咽了口唾沫，声音颤抖。如果你真的有那个东西，我们就有希望了，全人类都有希望了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手里的枪瞬间抬起，枪口顶在了李国华的脑门上。空间是我最大的秘密，也是我全家活命的底牌。任何窥探这个秘密的人都得死。
李国华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竟然连眼皮都没眨一下。别装了，顾小姐。他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。我是搞能量场研究的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感觉到了你身边有一个极其高维度的能量场扭曲。他眼神狂热，像个疯子。支撑这个空间的，一定有一个极高密度的能量核心，那是宇宙级别的奇迹。我眯起眼睛，杀意在心里翻涌。如果我把你杀了，这秘密就没人知道了。杀了我容易，但你想在这个烤箱一样的地球上过一辈子吗？李国华推开我的枪口，从那个银色箱子里抽出一张图纸。大气冷却装置需要瞬间注入庞大的能量来激活催化剂，核电站不行，雷电也不行，只有你那个空间的核心能量能做到。代价呢？我收起枪，冷冷地问道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更没有不需要代价的奇迹。李国华沉默了几秒，声音低了下去。核心被抽出，空间架构会崩塌，你作为载体，轻则变成植物人，重则脑死亡。我气笑了，搞了半天，你是想拿我的命去换全人类的命？我转身就走，抱歉，我没那么伟大。送客。顾青，李国华在我身后嘶吼：“下次气温还会升高，你的城堡挡得住一次，挡得住10次吗？早晚都是死。”我脚步没停，摔门而出，回到主楼客厅。老爸老妈正端着刚煮好的面条等我，看见我脸色阴沉，老妈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咋了，闺女？那老头惹你生气了？”我看着碗里热气腾腾的面条，上面还握着2个金黄的荷包蛋，这是末世里最奢侈的温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李国华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老爸手里的筷子狠狠拍在桌子上，放屁，让他滚，现在就滚！老妈更是眼泪直接下来了，一把抱住我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咱好不容易活到现在，不当什么救世主，妈只要你活着。我知道他们是对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重生一世，不就是为了带着父母好好活下去吗？为什么要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去送死？吃完面，我独自走上天台，夜风依然燥热，夹杂着沙尘的味道。楼下的广场上，张凤正带着几个孩子在认字，借着昏黄的路灯，他在黑板上写下2个字：蓝天。老师，蓝天是什么颜色的？一个缺了2颗门牙的小男孩举手问道：“是像沙子一样黄吗？”张凤愣住了，半天没说话。他抬头看了看头顶那片浑浊暗红的天幕，苦笑着说：“不是，是很干净的蓝色，像咱们喝的水一样清澈。”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叹。我靠在栏杆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。如果不做点什么，这些孩子这辈子都看不到真正的天空。我也一样，就算我有空间，有物资，我也只能像只老鼠一样，永远活在这个灰暗、肮脏、随时可能崩塌的笼子里，苟延残喘。真的是活着吗？声音因为亢奋而颤抖。大气冷却装置的主控室就在下面，地下3层，一扇巨大的玻璃墙后，矗立着一台如同心脏般复杂的巨型机械，无数根管道汇聚在中央的一个透明凹槽处。李国华扑到控制台前，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，屏幕亮起，红色的警告框疯狂闪烁，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。李国华指着那个透明凹槽，把手放上去，调动你空间里的核心能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大步走上前，一股恐怖的吸力瞬间从掌心传来，不仅仅是能量，我感觉自己的灵魂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，正在一点点往外硬拽。我忍不住发出一声惨叫，胸口的那块隐形玉佩变得滚烫，仿佛烙铁一样灼烧着皮肤。空间在崩塌，巨大的能量洪流顺着我的手臂疯狂灌入那台机器，一道刺目的蓝光瞬间从机器核心爆发，沿着管道冲天而起，直接刺穿了厚重的地层。轰隆隆，整个大地都在颤抖。我感觉身体一轻，所有的痛楚在这一瞬间消失了，世界陷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寂静。成功了吗？这是我昏迷前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。阳光落在眼皮上，没有那种要把人烤熟的灼烧感，只有一种久违的像羽毛拂过一样的温热。身旁传来一声惊呼，这是老妈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还有一种不敢置信的颤抖。我费力地睁开眼，入眼是一片湛蓝，不是那种令人绝望的红，也不是灰蒙蒙的黄，而是像水洗过一样的纯粹的蓝。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着，像棉花糖。我睡了多久？我看着老妈红肿的眼睛，问道。1年。老妈紧紧抓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下一秒就飞了。1年啊！我长出了一口气，还好不算太久。老爸抹了一把脸，笑得像朵老菊花。那个装置一启动，第2天温度就开始降，现在外头也就30度，虽然还是热点，但那是正经夏天的热，不杀人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胸口，玉佩还在，但那种血脉相连的澎湃感消失了。我试着感应了一下，空间缩水的厉害，原本无边无际的黑土地和灵泉都没了，只剩下一个大概几百平米的小仓库。我撑着扶手慢慢站了起来，走到栏杆边，深深吸了一口不再烫喉咙的空气，风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香气。这世道变了。我看着楼下那些正在忙碌建设的人群，看着远处正在升起的袅袅炊烟。以前我们建高墙是为了把怪物挡在外面。我转过身，看着身边这群生死与共的亲人和战友，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灿烂的弧度。现在该是我们走出去，把这个世界重新拿回来的时候了。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。我顾青的末世结束了，但属于人类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。